从没见过这么可怜的孩子。打小没有父母的自强，小小年纪就过着露宿荒野的生活，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看起来瘦骨嶙峋，虽然已经8岁，但看起来也比一般的同龄人矮。一个麻袋和一身破衣服就是他全部的家当，为了不饿肚子，他每天都沿着马路捡些空瓶子来换取食物。小小的身影配上大大的麻袋，看起来就让人心疼。这样的日子虽然很苦，但自强早已习惯，依然迈着欢快的步伐一路前进。当他沿着马路拐过一条弯，隐隐听到一整急促的狗叫声，原来是一只小狗被困在排水渠里，四周也不见它的主人。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那就跟着走吧，以后也好一起做个伴。一路上穿过小溪，来到附近的村庄上，路上看到每一个空瓶子他都没有放过，因为这关系着他今天有没有饭吃。正当他翻开垃圾桶看看有没有瓶子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一块被人咬了一口就丢掉的面包。自强从早上起来就还没有吃上一口食物，早已饿坏的他顾不得那么多，就把面包塞入了嘴中。心地善良的他也没有忘记跟了自己一路的小狗。翻找完垃圾桶，自强带着一上午的收获来到小卖部，老板也知道他的情况，一般都会多算点钱给他。也许是刚刚的面包让自强有点意犹未尽，他又用今天的收入买来2包面包。这么小的孩子能做到自食其力已经非常不容易，咱们也不能要求他能精打细算。回到前几天住过的桥洞，自强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面包夹心的甜味让他冲淡了不少生活中苦。吃完饭，他下到河中洗去满身的污垢，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，洗完澡就躺到床上沉沉睡去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自强在老位置醒来，没有多做停留，穿过马路，走进林间小道，来到一处深山老林之中。此处是他的一个秘密基地。先查看了一番自己的百宝袋，发现瓶子都还在，这让他安心不少。拿起捡来的镜子照了照，虽然他穿得破破烂烂，但仍然有着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没钱去找理发师理发，那就自己对着镜子将头发修剪一番，让自己看上去不是那么邋遢。剪完头发，他将屋内的瓶子都收集起来，准备拿去小卖部换点吃的。路过河边，顺带给自己洗个澡。自强背上袋子重新出发，正当他一边捡着路边的瓶子，一边慢慢前进的路上，3个比他高大的小孩靠了过来，势单力薄的自强不敢反抗，任由他们欺负。可当绿衣小孩抢走他的狗时，他还是忍不住追了上去。他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小狗，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。好在一位骑摩托的大哥路过，赶跑了这几个小孩。大哥查探一番，还好没什么事，于是邀请自强坐上摩托，捎他到村子里，帮他把瓶子换成钱。好心的大哥还为他买了一袋食物和饮料。谢过这位大哥之后，自强回到了大桥底下。有了充足的食物，刚刚的不愉快已经一扫而空。可能这就是自强能独自一人生活的原因吧。无论是怎样的不幸与苦难，他总能很快地调整过来，去积极面对。吃饱喝足，天色也暗了下来，他整理好床铺，回想着今天好心人的帮助，安心睡去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居无定所的自强来到一片田野间，他发现一处荒废已久的窝棚，也许是当地农民看护田间作物留下的住所。他忍不住上前查探一番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用得上的东西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根带有橡皮筋的鱼叉，试了试完全还可以用。经过他一番寻找，配套的护目镜也被他找到。这里炊具灶台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主人留下的半袋米。反正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正好可以在此地借宿几天。有了捕鱼工具，他来到河边。虽然自强只有8岁，但常年的野外生活让他对摸鱼上述这些毫不陌生，何况有着利器在手，一条条鱼儿被他插中。他也不贪心，抓到够自己吃的分量后，自强带着渔获回到废弃屋子。已是孤儿的他早已明白一切都要靠自己，默默地将屋子清扫干净，重新架好柴火，点燃灶台。自强带着锅和米来到小溪前，
掏上一把小石子，把锅清洗一番。这一套动作下来很是自然，本该不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经验，在生活的磨砺下，他也不得不学会这些。将米饭放到灶台上慢慢烹煮，他带着渔火和铁锅继续回到小溪边，将鱼儿清洗干净后，查看了下锅中的米饭。碍于材料的限制，今天也只能吃水煮鱼了。好在这里留下的食盐能给这锅鱼增加点咸味。早些年见过他妈妈就用这种叶子煮过鱼，他至今都还记得。待到叶子也被煮熟，自强先给小狗喂了一些，而后才给自己盛了一碗饭。好些天没有吃过米饭的自强，这顿饭吃起来格外的香。一整锅饭都被他和狗子一起吃完，打扫完卫生，顺带将锅碗清洗干净。自强惬意地躺在地板上，对于他来说，一顿饱饭，不管味道怎么样，就是一件值得令人开心的事情。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荒野生存小男孩。打小没有父母的自强，小小年纪就过着露宿荒野的生活，靠捡瓶子换点食物艰难度日。自强在水渠里救了条小狗和他作伴，之后在废弃的田间小屋里吃了顿难得的饱饭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他快步地往山里走去。这是要干什么去呢？原来这周围能捡到瓶子的地方，经过他几天的寻找，已经被捡得干干净净，而每天产出的新瓶子已经不够他换取食物了。他必须想个新的法子来赚钱养活自己。溪水中的河蚌就是他新的目标。一路沿着水坝往上走去，这里的水流相对平缓，且有足够的淤泥堆积在这里，可以为河蚌提供丰富的食物。随便摸上一把就有好些河蚌包含在里面。这种河蚌看着个头不大，但只要经过适当的烹饪，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在当地也是难得的一道美食。这里摸得差不多了，自强背上收获，来到一处排水渠前，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。这里同样有着不少这种小河蚌，看着他脑袋上沾染的污垢，不得不说太辛苦了，但他没办法，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比较好的赚钱方法了。身为孤儿的他明白，一切都得靠自己，有努力就有回报。待到把这一处也摸完，他掂量了下今天的收获，满意的背着袋子离开，穿过田野，一路来到附近的集市上。考虑到当地的气温很是炎热，自强必须尽快的将小河蚌卖掉。如果放到第二天，这些河蚌都会臭掉，那就卖不成了。耐心的等待了一会，一位大姐上前查看了下河蚌的品质，看得出来都还非常新鲜。出于想要帮助自强的原因，大姐决定把它全部买下来，换到塑料袋后。自强借来边上蔬菜摊的秤，称过斤两，大姐爽快地付了钱给他，还告诉他不用找了，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看样子自强这几天都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有了前几天摸河蚌的成功经验，自强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。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里成片的山林总归是能让他的日子好起来。棕榈心在当地也是个好东西，是一种天然的健康蔬菜，只不过采摘起来比较麻烦，因此价格也比较高。自强今天就打算将这棵棕榈树放倒，来获取难得的嫩心。小小的身影挥舞着大大的柴刀，每一刀下去只能砍进一点点深度，但他不会放弃，这已是他不多的获取收入方法之一。随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整棵棕榈树终于被放倒。找到滚下山坡的棕榈嫩茎，碍于自身的力量不足，他只好一点点将包在外层的叶柄砍去，直到露出可食用的部分，这才将其一分为二，一起放入背包中带走。眼见着天色尚早，自强决定再带些竹笋回去一起卖。虽然这时候的竹笋已经长得老高，大部分位置已经硬化不能食用，但可以将其剥开，只取笋尖部位，这些依然保留了嫩竹笋原有的鲜嫩脆爽。又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把周围能收集的竹笋都给薅了一遍，足足装满了一整个袋子。正当他想走的时候，又在草丛里发现了可以食用的野菜。不得不说，山里的资源就是丰富，只要自强能认得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，相信他一定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。直到把整个背包塞得严严实实，再也装不下，自强这才带着收获来到当地村子上。他也不懂怎么卖，正好碰到一位大哥坐在院子里，那便上前问问这位大哥是否需要。
大哥一番询问后，知道他是想把采摘的蔬菜卖掉，自己也吃不掉那么多，于是指导他放在院子里摆地摊，还去取来自家的塑料袋来帮自强摆摊，一起取出袋中货物。大哥教他将蔬菜分袋装好，这样一袋卖多少钱就可以了，可以免去称重和找零的麻烦。而后买了一捆野菜和棕榈心来支持他的生意。大家都知道自强的情况，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帮就帮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一位大叔和小哥分别买走了一些，好在已经包装好，不然他都忙不过来。附近的人络绎不绝地上前，没多少时间，这回采摘的山货就销售一空。看到自强已经将货物卖完，大哥顺手送了自强一包泡面，帮忙一起收掉摊位。有了这笔收入，相信自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。尝到了甜头的自强现在已经不再去捡瓶子，毕竟进一次山挣的钱就够他吃好多天。这回他带着上次在废弃屋子里寻到的鱼叉和护目镜来到了河边，他打算凭借自己高超的游泳技术插点鱼来卖。随着他的几个扑棱，鱼倒是插到了好几条，奈何都不是很大，而且找鱼的过程也很浪费时间。于是索性他就摸起了螺，这里的螺也有不少，找起来也比插鱼来的轻松许多。清澈的溪水中到处都是。有了半袋子收获后，自强穿戴好衣裳，想到来时的路上有一片野生的蕨草地，新鲜的蕨菜尖也是当地常见的一种野菜。他决定采摘一些回去一起售卖。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成片的蕨草肆意生长，只要将嫩尖一根根折下，没用多少时间就收集了一大捆。看着满满当当的背包，自强在夕阳下踏上了归途。他来到熟悉的小卖部前，问老板借了点塑料袋。有了前几天卖菜的经验，自强熟练地将螺丝一袋袋装好，现在就算没有大人的帮忙，他也能很好地将准备工作做好。附近围观的村民见他准备就绪，也纷纷上前来照顾他的生意，毕竟能帮就帮一把。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在这摆摊，看着就让人心疼，所以没用多少时间，野蕨菜就售卖一空。自强看着手里的钞票，心里也是乐开了花。虽然还有一袋没有卖出去，他已经在盘算晚上该吃什么了。等待没多久，一位在小卖部买东西的小哥顺手买走了最后一袋螺，完成了今天的买卖。自强收拾完自己的东西，将塑料布清理干净，还给老板的同时买了一袋泡面作为自己的晚餐。有了这几天的磨砺，他已经学会了精打细算，省下的钱可以留着购买其他有用的东西。这些道理没有人教他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？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小孩。打小没有父母的自强，小小年纪就过着露宿荒野的生活，靠捡瓶子换点食物艰难度日。自强已经学会了进山采摘山货，并在好心大哥的指导下，知道了如何将山货售卖出去。今天他带着小狗继续出发，一路穿过小溪，来到一棵挂满红色果实的大树底下。这种果子长在树干上的果实叫做木乃果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自强矫健地爬上树干，摘了一颗尝了尝，成熟的果子味道非常不错，今天就决定采摘它们回去卖吧。沿着树干往上爬去，优质的果实挂满了树干，自强开心地摘了起来。得益于他瘦小的身形，使得他在树杈间闪转腾挪起来非常方便，手里捏不下了就放到袋子里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木乃果的产量非常的好，即使只摘够得着的地方，也能让他满载而归。干累了就包上一些自己吃，这应该是他这几次以来干活干得最惬意的一次了。直到把整个袋子装满，自强小心翼翼地背上背包，灵活地从树干上下到地面，打着赤脚满意地离开。路过砍了饼棕榈叶，待会摆摊可以用得到。沿着乡间小道回到村子里，他也不挑什么位置，就在主干道旁放下了袋子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太阳已经下山，大家吃过晚饭一般都会出来逛逛。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，一位大哥和小朋友就被红彤彤的果子吸引。善良的自强送了一颗果子给小女孩，大哥在尝过之后也决定买走一些，爽快地付了钱给她。
附近的村民得知自强又来卖东西后，纷纷出来支持他的生意。两位大姐分别买走一部分，当然这种酸酸甜甜的果子更加吸引小朋友的目光，问大人要了钱都过来购买。自强看到比自己小的孩子虽然给的钱不多，但他都会给一大串，小朋友还会呀呀呀的夸他真棒。遇到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他也会有些害羞。卖完了今天的果子，自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来到小卖部为自己购买了些明天的食物。自强开心地回到了大桥底下临时庇护所。小孩子的心思没有那么复杂，能吃饱不受欺负，那就是美好的一天。时间来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也许是走山路走累了，他在草地里美美地睡了个午觉。这几天他依然保持着隔几天就进一次山的节奏，山里丰富的物产也能保证他吃得上饭。赤脚的自强每走一步都需要非常小心，以免自己被划伤。也许是习惯了光着脚丫四处跑，至今也没有买双鞋子穿。别看这里溪水干涸，没有什么鱼，但这些岩缝里都隐藏了不少大货。一只出门觅食的螃蟹正好被他逮个正着，一看个头还不小，自强麻溜地将其装进网兜。今天他本就是为这些螃蟹而来，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。只见他砍下一根鱼尾葵的叶柄，削去枝丫，而后在一旁泥土里刨出一些大蚯蚓，将它们串到带来的铁丝中。只要将铁丝牢牢地捆绑在树枝上，就能得到一个自制的捕蟹神器。别看自强年纪小，但他懂得可真不少。看他熟练的样子，早已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。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！观察铁丝上的蚯蚓有没有少，就能知道这个洞里有没有货。狡猾的螃蟹只吃饵并不上钩，把自强急得直接上手掏，奈何这个洞穴太深，这让这只螃蟹躲过一劫。在确定另一个洞里有动静后，再次把手伸入其中。这次没出意外的被钳了一下，自强并没有喊疼，而是更加兴奋地大力摸索。不一会，一只大螃蟹被他带出，这个头的有2两。平时不怎么笑的自强也乐开了花，一路试探一路寻找。自强沿着河道往上游走去，好在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躲在深洞里，有些也是可以直接抓的。至于那些死牵着食物不放手的，那就更好了，直接拖出来逮住。偶尔抓到太小的，自强都会选择将它们放归自然。经过他一下午的抓捕，袋子里已经有好几斤的重量，收获当真是不少。一路抓到小溪的源头，他发现这里有着不少的竹子，这些山笋他也没有放弃，毕竟这个采摘起来方便，连着剥去笋衣也没耗费他多少时间，就收集了满满一大袋。自强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，回到大路上，一路来到熟悉的村子里。时间也正好是傍晚，村里人也都准备做饭，路过的刚好可以买些回去作为晚上的菜。自强这边摆着摊，边上的小朋友纷纷过来围观，他也本该和这些小孩一样，是个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，奈何命运不公，他不得不小年纪就为生计奔波。路过的大哥询问过后，买走了他所有的竹笋，而剩下的螃蟹才是今天的重点，其价值远远不是竹笋能比的。正当他发愁能不能卖出去的时候，另一位大哥靠了上来，买走了半数的螃蟹。边上的大妈看到这些螃蟹还挺大，而且自强卖的并不贵，也决定帮他一把，把剩余的螃蟹全部买走。别看今天的东西不多，单这一袋子螃蟹就顶得上他前几次的总收入。可惜这条小溪上的螃蟹，怕是要等上好久才能恢复数量够自强再次去抓捕。这个男孩实在是太艰难了，小年纪就过着露宿荒野的生活，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上山采摘山货售卖来维持温饱。今天他一大早起来，好久没有吃肉的自强决定去钓点鱼吃。为此他昨天就准备好了鱼竿，沿河一路往下游走去。这里的水比较深，要有大鱼也非这里莫属了。放下鱼竿，他提着柴刀来到岸边，也不用什么专业的饵料，几只蚯蚓就是他能做的所有准备。将蚯蚓穿上鱼钩后，他开始耐心地等待鱼儿上钩。等了半天，一点动静也没用，沉不住气的他决定把饵抛得更远点试试。这种没有浮漂的钓法，得亏这里的水比较清澈，
让他能看到水里的动静。眼见着有鱼来咬钩，自强猛地将鱼竿拉起，可惜没有任何收获，他只好重新挂上鱼饵，再次耐心地等待起来。就这样空干了好几次，终于在他一次抽干后，让他逮到了大获。这一提还没能拉上来，从鱼竿的弯折程度可以看出，这条鱼可真不小啊！经过他奋力的一番拖拽，鱼儿已经被他溜得精疲力尽。自强迫不及待地跳到水中，直接将大鱼捞起丢到岸上。这回我们看清了，这是一条起码有好几斤重的大鲤鱼。自强赶忙找来一截枯树枝，从鱼鳃穿入，方便自己带走。收拾完东西，自强像打了胜仗的大将军，摇摇晃晃地往桥底下回去。可正当他穿过一片树林，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呼救的声音，他赶忙上前查看，只见一位老奶奶摔倒在一边，看样子是摔伤了腿，不方便走路。自强二话没说，将奶奶扶起，搀扶着她离开这里，一路小心地来到老奶奶的家中。一回到家，奶奶就疼得直接躺到了床上。自强看奶奶虚弱的样子，也不放心离开，干脆留下来再照顾一下。于是他拿出自己剩余的口粮，架起柴火就准备烧水做饭。烧上水，他又回来照顾起奶奶，真是懂事到让人心疼。奶奶告诉他，平时用的药酒，擦上一些应该会好点。自强耐心地帮奶奶涂好药酒，并仔细按摩帮助吸收。做完这些，水也开了，他将包装袋内的食物放入碗中，倒入开水，一人泡了一碗，端到奶奶跟前。他唤醒奶奶一起吃饭，奶奶并没有拒绝自强的好意，开心地吃了起来，心里也在想，我要是有个这么懂事的孙子该多好。吃完饭，自强将碗清洗干净，就来到床前和奶奶告别。奶奶也有点舍不得他呀，取出钞票给自强表示感谢。自强自然是不会要，但拗不过奶奶的坚持，只好拿了一张意思一下。临别前，自强把自己钓上来的鱼送给了奶奶。奶奶也知道他是个孤儿，本想叫他留下来，但是自强没有多做停留，就挥挥手和奶奶告别离开。其实他何尝不想要个家呢？奈何老奶奶家本身也不宽裕，他不能继续留下来继续打扰，还是这样离开吧。有了前几天帮助老奶奶的插曲，自强依然过着之前的生活，偶尔进山采摘山货维持生计。今天他在山中逛了许久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株挂满果的果树，这密密麻麻的果实又能让他小赚一笔。这些龙贡果长得形似龙眼，尝了一颗味道鲜美，确定都已成熟，自强这才爬上树干，麻利地采摘起来。至于今天的午饭，他决定直接吃饱果子就可以了，反正这里这么多也摘不完，填饱了肚子。自强继续采摘，直到把整个袋子填满，这才下到树下，一路沿着山间小径准备返回村子。正当他走了没多远，发现远处有点特别的东西，走近一看，是几个长得像西瓜的野果，但是看藤又不是西瓜。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告诉我，把3个瓜都带上。自强这回也不做他想，专心地赶起路来，因为实在是太重了，背带又时不时地滑落，只好走一会就休息一下。好在已经能远远望到山脚下的村子，即使背带把稚嫩的肩膀勒得生疼，自强也没有放弃，一路来到村子里就抓紧时间摆起了摊。他也不需要称，全部装到袋子里，村民们给多少他就装多少，每一袋他都会多装一些。有位大姐想要多给他点钱，自强也没有接受，反而说到给少点就行，毕竟平时也靠大家的帮助，卖的钱只要吃得上饭就行。剩下的一袋他没有继续再卖，收拾完东西，把这袋果子送给了之前帮助过他的大叔手里，来到小卖部买了包面作为晚餐。自强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大桥底下，吃起了泡面版干脆面。而这时，几个在溪水中玩耍的小孩发现了他，上来就抢走了他的食物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这几天赚的钱都放在一旁，被这几个小兔崽子抢走了一些，真是太可恶了。自强伤心地哭了起来，本就不容易的生活还要受欺负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哭了好一阵子，他只能将剩下的钱藏好，蜷缩着躺在捡来的凉席上，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在这居住了。明天起他就要重新找个新的地方生活。